作为一个永远分不清口红色号的钢铁直男，提到 Prada 的时候，我首先想到的是由梅丽尔斯·特里普和女神安妮·海瑟薇主演的电影《穿普拉达的女王》。在这部被很多人称为时尚启蒙的电影中，梅姨所饰演的就是执掌着美国时尚界生杀大权的 Vogue 美国版主编安娜·温图尔。她冷酷独断，曾因个人原因要求米兰时装周改期，不管走到哪儿都喜欢穿着 Prada 的大衣。Prada 究竟为何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？这个以含蓄的张扬和极致的典雅征服世人的意大利品牌，如今又为何江河日下？触摸品质，发现未来，请立即观看10万个品牌故事之 Prada 时尚女魔头。正如很多人信赖瑞士表的做工，很多人喜欢日本的极简设计风格一样，意大利出品也成为很多人在挑选奢侈品时的加分选项。你看过电影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吗？为了还原上世纪20年代的风貌，普拉达为剧组设计了40多套奢华礼服，荣获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。不光如此，在布达佩斯大饭店和碟中谍4中，也都少不了普拉达的身影。1913年，马里奥·普拉达兄弟在米兰市中心开了第一家普拉达，并将自身定位于只卖奢侈品的精品店。人靠衣裳，马靠鞍。为了吸引顾客，马里奥将店铺装饰得如同英国贵族出入的图书馆，从木材到黄铜栏杆，突出一个讲究。凭着上乘的设计和产品质量，普拉达很快得到上流社会的追捧。比如1918年，他们做了一个蜥蜴皮小手袋，有白铁和琉璃的包扣；1925年做了一个黑色丝绸手包，有手工雕刻的猴子钩环；1927年做了一个青蛙皮的钱包，上面有一朵银质花朵；1938年做了只龟壳和搪瓷的手表。然而更牛的是，普拉达在1919年的时候成为了意大利皇室官方供应商，被授予塞沃家族洞徽和结绳标记的使用资格。你知道普拉达的 logo 为什么有一个绳结吗？那就是因为马里奥先生从用 Saffiano 皮革做了一款手袋。Saffiano 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摩洛哥皮，是一种经过深度加工的皮革，有着细密的交叉纹理，优点就是好看、防水又耐磨。在那个交通工具正在发生变革的年代，马里奥坚持从世界各地进口最好的纯银、鱼皮和水晶，然后将亲自设计的皮具交给一向以品质著称的德国生产，开启了普拉达一贯追求完美的品牌精神。在此基础上，普拉达成为皇室和上流社会的宠儿。不过因为这期间战争不断，所以普拉达并未成为整个社会都为之着迷的品牌。二战结束后，普拉达创始人于1958年去世。虽然他们本想将企业传给儿子，但因其对家族生意实在不感兴趣，所以最终还是由女儿路易莎·普拉达接过了大权。事实证明，不是马里奥不看好自己的女儿，只是这个在接管公司时已有3个女儿的贵妇，实在是无法扛起整个公司的重担。不过好在家大业大，20年后，在古驰等品牌的崛起下，普拉达临近破产。此时挺身而出接过重任的是路易莎的女儿缪西亚·普拉达。她是米兰大学政治学博士，学过5年戏剧，理想是成为一个演员。虽然没有接触过设计课程，但是这位富家小姐因为从小就在接触圣罗兰等高级成衣，因此也对时尚并不陌生。当时的普拉达在欧洲只是一个小牌子，这种家族企业一旦失去创新，就很容易没落。因为本身不屑于成为一个所谓的卖衣服的商人，所以在设计上，缪西亚完全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反而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下，做出了著名的尼龙包。这是一款使用降落伞材质打造的手袋，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个材质是高级的，但缪西亚·普拉达却用行动让人们对于奢侈与贫穷、美与丑等对立概念重新下了定义。不过这款尼龙包在刚刚推出的时候是并未大火的，而拯救它的除了缪西亚的设计，则要归功于其丈夫帕特里奇奥的推销。这位非常有头脑的大哥一琢磨就编出了很多凄美的爱情故事，比如缪西亚在20岁时曾和飞行员私奔，结果飞机出现故障，飞行员将唯一的降落伞给了缪西亚，然后为爱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所以为了纪念曾经的爱人，缪西亚用降落伞做出了尼龙包。可以说，在二者结为夫妻后，普拉达正式揭开了新的篇章。缪西亚的设计总是带着反潮流的前卫性，使得她的设计总能脱颖而出。无论是高级时髦的运动服系列，学生和空姐风格的时装 ABC 系列，还是90年代初亲近简单的 clinical 风格，缪西亚都通过对传统元素的加减游戏，在设计中呈现出感性可爱的风貌。当然，仅仅一个品牌还不足以释放缪西亚所有的才华和野心。1992年，
他推出以自己小名命名的副牌 Miu Miu， 就是前段时间杨超越代言的那个，在更加率性自我的空间里展现自己小女人的一面。也就是在最近的20年里，普拉达才真正从一个欧洲的小众品牌成为全球时尚界的翘楚。在夫妻2人的通力合作下，如今的普拉达在全球开设了600多家精品店，而且绝大部分的产品都仍坚持在意大利生产。凭借着这种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蒸蒸日上的业绩，普拉达于2011年在港交所上市，2013年市值接近2000亿港币。当然，说了那么多好话，如今的普拉达其实还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难题，那就是随着直营店的疯狂扩张，公司成本严重超支，再加上近年来自身定位模糊，少有爆款、质量问题以及对手鼓持的顺风顺水，都让普拉达的很多忠实用户无奈脱粉。2014财年，普拉达集团全球净利润暴跌28%，销售下滑1%，而其中中国市场所在的亚太区是集团业绩下滑最为严重的市场，这也是其4年前在香港上市至今第一次出现利润下跌。曾经，普拉达的首代收入可以占到公司总收入的65%，但是随着自身的4次提价，首代产品的销售下滑也拖垮了普拉达。2015年6月，北京工商局进行了一次抽查，在不合格的95种商品中，普拉达赫然在列。这些负面消息网上比比皆是。2015年度财报数据显示，普拉达集团2015年净利45.73亿欧元，同比减少28.2%。这一难看至极的业绩报告再次牵动投资者们的脆弱神经，普拉达香港股价因而暴跌，众多投行也纷纷下调评级及目标价。到了2016年9月，它的市值只有626亿左右，相比2013年缩水超过2/3。今年3月12日，普拉达公布了去年业绩。虽然在2017年和2018年，普拉达集团业绩表现有好转的迹象，但相较其他竞争对手 LVMH、开云集团和爱马仕仍然落后。曾经并未想过涉足时尚圈的缪西亚，如今已将半生都交给了奢侈品行业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普拉达还能再度崛起吗？而在离开缪西亚之后，普拉达又将何去何从呢？如果说时尚是浪潮，那就让我们看看普拉达这艘大船最终会驶向何方吧。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关注加收藏，谢谢支持。他的创始人曾经一手打造出风靡中国的贝贝佳和好记星。这位25岁时就已经成为最年轻亿万富翁的离职教师，如今进军手机行业，也依旧在群雄割据的市场上站稳了自己的脚跟。他是谁？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下期节目。